结婚10周年纪念日，孕检报告单变成一纸荒唐。丈夫和别的女人在酒店床上缠绵悱恻，我在家里借酒消愁。10年婚姻只换来他一句：“你要是有林飘飘一半乖巧就好了。”他还嫌弃我是不下蛋的母鸡，要我领养小三的孩子。既然他这么喜欢小三和孩子，我只好放手，祝他们一家3口长长久久，幸福美满。没想到丈夫却在我放手后后悔不已。你要相信我，我爱的一直都是你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今天是我和老公陈宇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，我换好衣服，提前做了一大桌子丰盛的饭菜，还将怀孕4周的检查报告藏好，打算给他一个惊喜。可足足等到晚上10点，饭菜都被我热了好几遍，他还是没有回来，甚至连一个电话、一条消息都没有。我怕贸然打电话给他会影响到他的工作，便在家中无聊地等待起来。打开抖抖视频，系统给我推荐了一个可能认识的人。我好奇地点开头像，看到半小时前对方新发的一条视频。那一瞬间，我只感觉脑海中发出轰隆一声。酒店的大床上，男人和女人双腿紧紧地缠绕在这一起，那处私密地带显眼的胎记告诉着我，视频中的男人正是我的老公陈宇，而女人我也见过，是陈宇从小玩到大的发小林飘飘。我强忍住心悸继续看下去，看见林飘飘的无名指上正戴着不久前我丢失的婚戒。我当时因为戒指丢失，哭着找了好几天，陈宇却满不在意地告诉我，再买一个就是了。可他哪里知道，这个戒指对于我的意义，它代表了我和陈宇10年的婚姻，代表了我们10年如一日的爱情。现在突然有个人告诉我，戒指不是丢了，而是被我老公送给了别的女人。这一瞬间，我只想冲到酒店去质问陈宇为什么这样对我。10年啊，我爱陈宇爱到了骨子里，我从没有想过没有他的日子会是怎样。我把他当作我的全世界，可如今我的全世界背叛了我。我哭完了笑，笑完了哭。我倒掉满桌的饭菜，将整瓶红酒灌进了肚子。我不明白10年的感情为什么能这么轻易被他喂了狗。看着这个我和陈宇生活了10年的家，我突然觉着有些陌生。我躲进浴室，用冰冷的凉水冲刷着我伤透的心。我以为我会清醒一些，可我的心却越来越疼。一场惊喜变成了闹剧。凌晨3点钟，陈宇回来了。此时的我正躺在沙发上，发着高烧，看着满屋的狼藉。陈宇脸上的笑意散去，他站在我身边，居高临下，又喝酒。好好的一个家，被你搞成了这副样子。你要是有林飘飘一半乖巧就好了。听着老公嘴里的埋怨，我心中一阵恍惚。10年了，他向来都是这个样子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我稍微不合他的心意，他就会拿我和林飘飘进行比较。之前因为我在乎他，爱他，尽管心里难受，但我从来都不会说什么，总是一笑了之。可如今看着陈宇脖子上淡淡的吻痕，我只觉着天旋地转，胃里阵阵翻腾。我终于醒悟了，这些年来他对我的那些埋怨，只是因为我在他眼中处处不如林飘飘。爱越来越少，厌恶就会越来越多。我没有说话，发烧让我都有些神志不清了。陈宇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有些动容。他叹了口气，对不起，老婆，我忘了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不该朝你发脾气的，抱歉。你也知道我现在是项目负责人，我加班
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说话间，陈宇开始脱我身上的衣服，想要和我亲密一番。在他轻柔地抚摸着我身体的时候，我甚至有那么一瞬间的错觉，好像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陈宇还是爱我的，他还是那么疼惜我，他是我的好老公，是我肚中孩子的好父亲。可当陈宇将我牢牢抱在怀里，想要索吻的时候，我突然嗅到了他身上那股陌生的香味，脑海中立刻蹦出他和林飘飘在床上缠绕的画面，胃里阵阵翻涌。我一把将他推开，冲进了卫生间。我吐得稀里哗啦，似乎要将胆汁都给吐出来。我明白，我无法忘记他和林飘飘之间发生的事。我瘫坐在马桶旁，手里拿着那张孕检报告，上面那些让我开心的文字，此刻就像利刃不断刺痛着我的心。我用手将孕检报告一点点撕成碎片，又一点点烧成灰烬。曾几何时，我和陈宇每天都在憧憬着我们有个自己的宝宝。那个时候，陈宇看向我时，满眼也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可现在，一切都成了空谈。我将灰烬冲进马桶，抱着双膝，不住地抽泣起来，泪哭干了。我整个人似乎都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。为什么当初明明那么相爱的人，变成了这副模样？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，可陈宇并没有打算放过我。他走进卫生间，当闻到屋内的味道时，陈宇的脸色再次变得阴沉起来。宁南，你在烧什么东西？你又在乱发什么脾气？是我对你太好了吗？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？我加个班，难道有错吗？加班当然没问题，可你加班怎么加到酒店，加到别的女人床上去了？我懒得和他废话。陈宇似乎也有些心虚，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不清。在随口嘟囔了一句“你要是有林飘飘一半听话就好了”后，他的语气也软了下来。老婆，对不起，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我最近一堆烦心事，你能理解我的对吗？我不想和他争执，只想找个无人的角落，默默舔舐心上的伤口。我起身想走，陈宇却突然抓住我的胳膊，告诉我：老婆，我打算领养一个孩子。听到陈宇的话，我的身体猛地一颤，手下意识地抚过小腹。难道陈宇知道我怀孕了？结婚10年，陈宇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，可我一直都没能怀上。我们去医院检查了很多次，彼此的身体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医生说是因为压力太大，劝我们放松心情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怀上了。明面上大家什么都没说，但在私底下我知道，陈宇的家人一直都瞧不上我，暗地里说我是只下不了蛋的母鸡。现在我终于得偿所愿地怀上了孩子，我迫不及待想要将这个消息告诉他。可就在这天，我发现我的老公出轨了，还要领养别人的孩子，真是嘲讽啊！我抚摸着小腹，甚至动了打掉这个孩子，和陈宇离婚，成全他和他白月光的想法。陈宇见我不说话，看了我一眼后就去书房睡觉了。我知道，他说领养一个孩子不是商量，而是通知。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陈宇已经走了。昨晚的一切对我来说像是在做梦一样，我难受，我崩溃，我脑海中出现的、梦见的、想的、念的，全都是和陈宇有关的点点滴滴。10年的爱情，我在想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，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？我再次打开了林飘飘的抖抖视频，想在其中寻找一点我对不起陈宇的蛛丝马迹，可我看到的只有10分钟前林飘飘发布的一条动态，上面
他们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手中间是张孕检报告，上面显示着林飘飘已经怀孕2周的消息。这一刻，我如遭雷击，脑海中也是蹦出个不好的猜测。2周前陈宇在外地出差，这个孩子不会是陈宇的吧？而且陈宇之前说他想要领养一个孩子，说的不会就是这个吧？泪在无声的滑落，我才发现，在爱情面前，我竟是如此的脆弱。10年的婚姻，我自问，我没有一丝对不起他的地方，那他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明明是他说怀不上孩子也不要紧，他是因为爱我才和我结婚，又不是为了要生孩子。我和陈宇在高中相识，大学毕业后成婚，我们的爱情故事早就不止10年。曾经，陈宇满心满眼是我，我也满眼满心是他。可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我的心就和我此刻的眼泪一样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我哭了一天，浑浑噩噩了一天。傍晚，开门声将我惊醒，陈宇回来了。他眼里没有我崩溃过后的满脸憔悴，有的只是那一地还没有整理的生活琐碎。他拧紧眉头埋怨道：“宁南，都结婚10年了，家里还是被你搞得一团糟，我连头都懒得抬上一抬。”陈宇见我没有回话，明显有些不高兴，不过还是耐着性子对我说道：“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找到领养的孩子了。”我的动作明显一顿。其实今天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想过当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和他继续过下去的。可一旦出现那个念头，我就仿佛看到了他和林飘飘缠绕在一起的双腿，直犯恶心。犹豫半天，我抬头朝陈宇问道：“如果我们以后有孩子了，又该怎么办？”陈宇愣了片刻，脸上露出一抹苦笑。要是能有孩子，早就有了。你的身体你也知道。后面的话陈宇没说，但我也明白，他终究是变了。毕竟他们一家人都将没有孩子的过错怪罪在我身上。看着我冷漠的表情，陈宇安慰道：“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了，孩子的母亲你也认识，林飘飘。”我从小穿开裆裤玩到大的发小，看着面色平静的陈宇，我强忍住内心的崩溃，开口问道：“那孩子的父亲是谁呀？”陈宇的眼神出现明显的躲闪，更加验证了我心中的猜想，可能是被我的目光盯得发慌。陈宇看向一边，林飘飘心思单纯，被人骗了。她查过身体，若是流产，可能这辈子都要不上孩子了。所以你就想当这个英雄，替他养孩子？陈宇，你可真伟大！我打断了陈宇的话，满脸都是讥讽。陈宇的脸色终究是变了，有些恼羞成怒。宁南，你有没有心啊？飘飘一个没结婚的女人，带个孩子多不容易，反正你也生不出来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我努力地在脸上挤出一丝微笑。10年的婚姻，我和陈宇之间爱的天平早已失衡，而我就是那个被丢弃了的砝码。我沉默了很久，对陈宇点点头：“行，我没意见，我没意见，是因为我已经不想跟他过下去了，我要和他离婚，祝他俩和孩子幸福美满。”陈宇还以为我答应了领养孩子的事情，脸色立刻转阴为晴，开心的走路都轻快了些。那等飘飘养好胎后，我们见一面。陈宇去洗澡了，而我则躺在床上，胃里不住的翻腾，看着他的手机。我犹豫片刻，还是拿了起来，因为对他放心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没有看过陈宇的手机，包括此刻。我本是不想看的，但我实在忍不住了。我翻到了他和林飘飘的聊天记录，字里行间中流露出浓浓的爱意，比我和陈宇在恋爱时也不遑多让。当看到林飘飘亲密称呼他为老公，
还催他赶紧和那个不会下蛋的母鸡离婚的时候，我再也忍受不住，抱着垃圾桶吐了起来。在我吐得昏天黑地的时候，陈宇围着浴巾进来了。他没有安慰正在呕吐的我，反而在第一时间紧张地拿起手机。我已经将刚刚的浏览记录删掉，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后，陈宇的表情明显轻松了一些。他来到我身边，想要脱我的衣服。我面无表情地盯着天花板。陈宇很快就没了兴致，他起身点了颗烟，开口说道：“宁南，你要是有飘飘一半懂事就好了。”这句话成为了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翻身盖上被子，没再和陈宇说一句话，身后只剩陈宇的叹气和关门的声音。我抽动着身体，眼泪已经浸透了枕巾。我哭了一整夜，也想了陈宇一整夜。从我们相识、相知、相恋、相爱，想到如今的同床异梦，想到最后，我想通了，与其互相折磨，彼此痛苦，不如放手，给对方留最后一分体面，也不枉我们相爱的10几年。早晨，我用冷水洗了把脸，打算出去找陈宇好好谈谈，放他自由时，家中早就没了一丝他的痕迹。衣服、电脑、行李、洗漱用品，陈宇带走了他的所有东西。曾经温馨的家园，如今变得空空荡荡。中午，陈宇给我发来消息，说他公司临时给他安排了出差，怕影响我休息，就没有告诉我，还说等他回来，我们3个人一起见一面。我第一反应就是打开了林飘飘的抖抖视频，在3个小时前看到他发的一条动态，照片是在飞机上，他缩在陈宇怀中，还有配文：爱情就是我一个电话，哥哥便能放下一切，陪我去看风花雪月。我颤抖着手指给他们点赞评论，一定要幸福到99啊，亲。之后的几天，我独自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家中，我想过无数次原谅，告诉陈宇我怀孕了，怀了他的孩子，但每次我都无法成功说服自己。一想到我的男人被别的女人用过，我就直犯恶心。我收拾好东西回了趟家，看到了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父母，那一刻我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，我缩在我妈怀里，哭成了一个泪人。我妈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摸着我的头，安慰我一切都会过去。在家待了几天，也让我想明白了，失衡了的爱永远不会再圆满。从老家离开的第1天，我就在医院约了时间做人流。我抚摸着我的小腹，轻声告诉着我的宝宝，妈妈不是不爱你，而是为了你，必须做出这个残忍的决定。手术那天很快来到，在我马上就要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，陈宇打来了电话。想了想，我还是接听了，毕竟也是时候和他说声再见了。我还没开口，陈宇那边便有些兴奋道：“老婆，你在哪呢？”“我现在和飘飘在一起呢，见一面。”我淡淡的说。“好啊，我在医院。”陈宇语气中充满诧异。“在医院干嘛？”“流产。”我淡淡的吐出2个字。电话对面沉默了一会，陈宇震惊且疑惑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你说什么？流产？你怀孕了？”我平静地嗯了一声后，片刻后，尖锐刺耳的玻璃碎裂声同时响起。我不知道陈宇在听到我怀孕的消息后是什么心情，震惊、高兴，亦或者没有一丝后悔，但我内心却十分平静，没有任何波澜，因为我对他的心已经彻底死了，他也不会再让我的情绪发生任何变化，而且让他知道了也好，就算是为我们这么多年的婚姻画上一个句号吧。虽然这个消息不是在我精心准备的惊喜时被他知道的，但也无所谓了。老婆，陈宇急切着想
要和我说些什么，可才说了2个字，便被他身旁林飘飘的痛呼打断：“宇哥哥，我的肚子好痛啊，你快过来！”我下意识地在心中默数2秒，时间到的那一刻，电话被准时挂断。果然，哪怕到这个时候了，在我和林飘飘之间，他还是选择了后者。我对他的这个选择没有丝毫意外，因为我早就已经习惯，之前不管是白天晚上，或者是晴天雨天，只要林飘飘的一个电话，陈宇就会放下手上所有的事情去陪他。当然，这其中也包括丢下我。我也吵过、闹过，和他冷战过，但他总会用一句：“你就不能像飘飘一样体谅一下我吗？”来堵住我的嘴，然后他就会搬出去，将一切都怪罪在我身上。我曾真的认为这是我的问题，是我不体谅他上班的辛苦，是我醋意太大，误会了他，所以我用尽全力的去照顾他，弥补他，将他和整个家庭当作我生活的全部。可事实证明，我错了，不是我做的不够，而是在他眼中已经没有我了。我轻笑一声后放下手机，对着病床边眼中满是同情的医生点了点头。手术室大门关闭的那一刻，我眼角流淌出泪水，不是为我或是陈宇流的，而是为了我还没出生孩子。手术完成得很快，也很顺利，但因为麻药的缘故，我被送回病房没多久就沉睡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第2天上午。我下意识想抚摸肚子，却突然想起里面的生命已经消失，被我亲自放弃。姑娘，你醒了，饿不饿？就在我思绪完全空白的时候，一道和善的声音将我唤醒。我转头望去，见到旁边的病床有2个老人温和地看着我，其中的大爷还端着保温盒，像是在伺候他老伴吃饭，大概是以为我被吓到了。在病床上半躺着的老婆婆瞪了他老伴一眼，随后慈祥地看着我：“姑娘，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是看你一个人在这，想和你说说话。我老伴炖了鸡汤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先垫垫肚子。”说着，他还指了指他老伴手里的保温盒。我在2人身上看了几眼，还是挤出一抹笑容，拒绝了他们。我能感觉到他们没有恶意，但现在我实在没心思吃饭，连从未谋面的陌生人都知道关心我，而我结婚10年的丈夫却连面都不露，这让我心中再也没有一丝幻想。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快点和陈宇离婚。尽管2位老人再三劝解，我还是婉拒了他们。走出病房，刚出门，我就听到2位老人的低语：“哎，这么年轻的孩子，怎么就想不开流产了呢？还不是因为她老公。我听医生说，是她老公出轨了。别说了，这孩子肯定很伤心，被他听见就不好了。哼，你们男人啊，就是觉得家花没有野花香。你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出轨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都这么大年纪了。”后面的我没有继续再听，径直走出了医院。我还挺羡慕他们老2口的，已经过了花甲之年，还能相互调侃。曾经我也幻想过，等老了之后，和陈宇一起漫步在街边，我们一起买菜，一起做饭，一起度过剩下的每一天。那时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可能也有了自己的家庭。等到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回来，我们一大家子欢聚一堂。但很可惜，这个愿望再也实现不了了。我打车直接回到家中，在楼下的超市打印了一份离婚协议书。付款的时候，才发现手机里有很多未接电话和信息。如果是之前，我肯定会迫不及待地去看，怕漏掉陈宇的消息。但现在我不着急了，我已经告诉了他我在医院，他要找我
大可以直接去那儿，何必多此一举？可整整一个晚上，我都没见到他的身影，那也就代表了他是在陪林飘飘。果然，等我回到家查看的时候，里面的信息证实了我的猜测。老婆，我在陪飘飘做检查，一会就过去找你，你先别急。老婆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飘飘的情况有点严重，我可能会晚点到，你一定要等我呀。宁南，你又在搞什么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告诉你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能流产。我平静地看完这些信息，脸上却没有丝毫表情。也就是说，他确实去医院了，但是去陪林飘飘的。而当我在病床上昏睡的时候，他都没来看我一眼。呵，多可笑啊！10年的婚姻，我这个正牌妻子不如一个外人重要。我轻轻地吐了口气，手指在键盘上输入：陈宇，我们离婚吧。信息发出去后，我感觉浑身轻松，像是打开了什么枷锁。我明白，那是压在我心底的郁结被打开了，这也就代表着我终于要告别那个令我疲惫和痛苦婚姻了。由于身体还没恢复，我简单的吃了口饭，就回房间休息去了，正好可以等着陈宇回来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一阵模糊的对话将我吵醒。我迷迷糊糊的起床，正要打开门走出去的时候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制止了我：宇哥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们的孩子没保住。没事，宁南也怀孕了，等她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就和她离婚，到时孩子咱们养。我有些不敢置信地捂着嘴，从门缝处看了过去，只见陈宇和林飘飘正依偎在沙发上。刚才说话的正是陈宇。我没想到，我这个结婚了10年的老公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，而且说完之后，他还宠溺地刮了刮林飘飘的鼻尖。这一刻，我平静的内心也是忍不住泛起一丝悲凉。原来我还是看错了他，不是我一直都没看清他，他竟然还想去母流子。虽然我恨不得立马冲出去撕碎了这对狗男女，但他们接下来的话让我再一次止住了脚步。林飘飘从陈宇怀中坐起，有些担心地问道：宁南不会真的流产了吧？他今天还给你发消息离婚呢。陈宇轻笑一声，满不在乎地说道：放心吧，他不敢，他本来就离不开我，更别说现在怀孕了。应该是我昨天没去找他，他耍性子呢。没事，哄哄就好了。林飘飘开心地亲了陈宇一口。也对，那我们就等他把孩子生下来吧。对了，宇哥哥，这段时间你可不能露馅啊，对他好点也没什么，我不会吃醋的。贱货，计划倒是挺好，但你们没机会实现了。我将手机录制的视频保存后，直接推门走了出去，看着他们满脸嘲讽地说道：真可惜，要让你们失望了，你们还是滚回去做梦吧。两人全都震惊地看着突然出现的我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密谋算计我，却又被我听到，可想而知他们脸上的表情有多丰富。还是林飘飘率先平复了情绪，阴阳怪气地开口：你听到了又能如何？还是乖乖地把孩子生下来吧，宇哥哥会给你些补偿的，不然说不定就要被撵出去睡大街了。陈宇也回过神来，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。宁南，飘飘刚才是在开玩笑的，我们怎么会这么对你？他只是因为孩子胎停，有些烦躁罢了。回来的路上他还说，不让我只顾着工作，多照顾照顾你呢。要不是我从头听到了尾，还见到了他们亲密的动作，可能还真会被他的花言巧语所欺骗。看着他们两人一唱一和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冷笑一声：行了，陈宇，别演戏了。你会这样说，是因为孩子吧？但是已经晚了。就在昨天，你陪着林飘飘的时候，
我就已经把孩子流掉了。听到我的话，陈宇也失去了镇定，猛地站起来，指着我惊怒道：你这个疯女人，竟然敢流产！谁给你的胆子？看着面容扭曲的陈宇，我讥讽道：我是孩子的妈妈，当然有这个权利，但你却不配当孩子的爸爸。还有，话也和你说清楚了，赶紧把这个签了，然后带着你的情人滚蛋！我把离婚协议扔在了陈宇面前，陈宇愤恨地捡起来查看之后，更恼怒了。你竟然让我净身出户，凭什么？我平静地看着他说道：就凭这房子是我家买的，你的工作也是我家给你安排的，这个理由可以吗？我和陈宇结婚的时候，他一无所有，是我太爱他了，非他不嫁。我爸妈没办法，只能随了我的意愿，还给我们买了房子。我爸还搭上人情，给陈宇找了个好工作。现在他竟然问我凭什么？他有什么资格？我将陈宇的东西全都扔了出去，在他愤怒的目光中，将他和林飘飘赶出了家门。本来他想耍无赖，但却有邻居听到争吵声，出来劝解，怕把事情闹大，他只能灰溜溜地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还发泄似的把离婚协议撕得粉碎。我只是平静地看着，也没有阻止，因为我已经猜到了这一幕，也准备了第二个方法。只是我本意是和平解决，但他却不乐意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咱们法庭上见吧。接着，我找了全市最好的律师，将视频还有我能找到的所有证据全都交给了他，并顺利打赢了这场离婚官司。陈宇净身出户，一分钱都没得到，而且由于他婚内出轨，公司也把他给开除了。现在他和10年前比，除了年龄增长之外，别的一无所有。真的离婚后，我也放松了下来。我把住了10年的房子卖掉，准备出去旅游，散散心。之前我将陈宇和家庭当成了全部，活得都快没有自我了。现在终于自由，我打算回来后开个小店铺。至于卖什么，可能等我回来就想到了，只是还没等我走出去，陈宇却鼻青脸肿地找上了门。他一见到我，就直接跪在了我面前哭诉：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。我恶心地打了个寒战，连忙往后退了几步，冷漠道：闭嘴，别恶心我。陈宇痛哭的表情一僵，像是没想到我对他这么冷漠，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开口：老婆，不，楠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之前都是被林飘飘蛊惑了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爱的一直都是你啊。我冷笑一声，看着他嘲讽道：哦，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我在你那里不是处处不如林飘飘一半好吗？怎么现在改口了？难道林飘飘把你甩了？陈宇的眼神一下躲闪了起来，连手指都不由自主地扣紧。10年的婚姻，我知道他这是紧张的表现，但我的航班快延误了，没时间和他废话，所以直接说出了他内心中的痛楚。行了，别演了，你这伤不就是被林飘飘的男朋友打的吗？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啊？说完之后，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就坐车赶往机场了，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儿悔恨的痛哭。其实还真是林飘飘甩了他。我从一个消息灵通的朋友那儿听说，林飘飘和他苟且在一起时，外面还有好几个姘头，都是有钱人。他净身出户后，林飘飘见他没钱，就毫不犹豫地甩了他。他不甘心，找上门理论，被他那些姘头暴打了一顿，丢了出来。可能是见林飘飘那儿没希望了，所以他才转过头来找我认错的吧。呵，白日做梦。我将这些杂念全都抛出脑海，放松心情，好好的享受了一番全国各地的美景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真的活出了自我。女人
离开男人一样可以活得很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